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上映仅3天，票房冲破 1.8 亿，夺下冠军。2025年又诞生大黑马，德贤紧致看完了121分钟，结束时影厅灯光亮起，还有些恍惚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小人物、小故事，却让人耳目一新。与其他的战争题材电影完全不同，蓝小龙与孔笙在高分国剧《生死线》后，时隔16年再次联手。正午阳光出品的首部电影，惊艳四座，上映仅3天，砍下 1.8 亿票房，将连续12天票房日冠的《疯狂动物城2》斩于马下，登上日冠宝座。高分好评飞速发酵。后续的票房涨势还有望继续领跑。2025年又一部票房黑马诞生了，打破沉重基调，荒诞喜剧与历史悲壮融合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团长我的团，那么德贤紧致一定也不会让你失望。这部电影讲述了南京沦陷后，前公莫德贤、肖战士一家与炮兵萧衍、彭昱畅士等人在深山小镇歌止镇与日军展开殊死抗争的故事。蓝小龙在影片中依旧解构了英雄主义，仅仅从一个微小的角度切入，讲54个村民守护家园的斗争，从南京到宜昌，再到歌止镇，像莫德贤一样的平民百姓一路逃亡，他们的愿望再简单不过，活下去。莫德贤整日忙碌，修炮、打铁，看似忙碌，但却总憋着一股劲，直到日军闯进村子滥杀无辜，才知道他一直压抑的是血性与悲愤，躲避、麻木都换不来生还，只有奋起反抗，才是向死而生。胆小的掉头跑，胆大的向前拼。普通百姓面对战争的恐惧再寻常不过，胆小是本能，英勇是选择。所以我们能看到莫德贤用火药炸伤日军，村民有的握着枪，有的拎着刀加入战斗，还有母亲拼命护住孩子，妇女能顶半边天。梅德福牺牲前点燃了萧衍心中反抗的火种。5年没打仗的溃兵将自己与火炮绑在一起击中坦克，壮烈牺牲，不惜民族之魂，镌刻在故事中的每一个小人物的身上。他们以血肉之躯铸造起了守护家国的防线。不仅如此，蓝小龙的剧本与孔笙的镜头都值得细细品味。影片中对侵略者极尽讽刺，讲小李缺大德，只要莫德贤离开时鞠躬，就会被开枪射杀，弯腰换不来生存，只有一拳打倒日军头破血流，才有生机。他们极尽虚伪，贪生怕死，被枪顶住，被刀尖抵住的日军迅速喊着投降、和平。开枪的百姓逃过一劫，而放下刀的人却残忍遇害。牌匾上的歌止镇，在侵略者的眼中变成了武镇，强盗式的掠夺，丧失人性的屠杀行径，罪行罄竹难书。直到影片最后，最开始找到歌止镇的日本兵还活着，他口中念叨着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逃离，不能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，却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苟延残喘。看似荒诞的表象故事与黑色幽默下，充满了对侵略者的深恶痛绝，对中华文明顽强生命力的赞颂。肖战演技有惊喜，老戏骨演技亮眼。这部电影中汇集了不少演技派，比如廖凡、祖峰、任成伟。他们的戏份没有那么多，但也是构成了影片演技质感的重要部分。而最关键的角色，莫过于男主肖战饰演的莫德贤。说实话，以肖战过往出演电影的发挥，的确有些担心他能否扛起这个角色的复杂。但是这次他做到了。莫德贤在影片的前半段大多时候有些彷徨，眼神中流露着一些迷茫、无奈，表现出了经历战争创伤后的妥协，但又有一丝不甘。而在后半段，莫德贤终于爆发，他在奔跑、呼喊时坚定、决绝，
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正如孔生导演所说，他被肖战单纯如白纸的眼神说服，这种眼神恰好是经历种种变故后依旧保留的赤子之心的最好载体。肖战在这部电影中不仅是涂黑了皮肤，微微佝偻的脊背贴合角色的市井人物形象，还有面对枪林弹雨时恐惧到面部肌肉颤抖，看到妻儿生还时明亮的眼神难掩喜色。肖战真正融入了角色，也将跟随着他视角展开的故事演到了观众心中。最令人惊艳的是杨新明饰演的老太爷，在残忍的屠杀中生还后，疯疯癫癫，只剩下打日本人与守护家庭的执念。而杨新明颤颤巍巍的台词说着国破山河在，低头思故乡，眼神空洞，将战争对人的精神凌迟在观众眼中具象化。这个角色介于清醒与糊涂之间的状态，他看到日军时瞬间咬牙切齿地砍上去，但在看到家中一片废墟时又发出痛苦的呜咽。这种发自本能式的表演毫无痕迹，炉火纯青的演技成就了这个角色。还有彭昱畅演绎的萧衍，他在见识了战争残酷后变得贪生怕死，听到枪声下意识的紧张慌乱，身体颤抖，动作僵硬，眼神闪躲，每一个表情动作都写着逃避。但在后期，彭昱畅诠释的角色高光令人动容，他眼眶充血变得通红，多年的压抑转变成了玉石俱焚的勇气。彭昱畅前期承担了电影之前的不少笑点，前后期的对比展现了人物的弧光。除此之外，阿如那演绎的炮兵，尹正演绎的日本兵，都演出了角色的特征，让人记忆犹新。随着影片结束，恭喜恭喜的 BGM 响起，也有不少观众才知道，这首歌创作出来是想要描述百姓经历多年战争的煎熬，终于苦尽甘来，迎接胜利。恭喜你还活着，但是背后的沉重尽在不言中。无论是战士还是百姓，都背负着战争的创伤，甚至孩子会写的第一个字是死。天真的问出为什么要活5岁这么久，稚嫩的声线说出来的话让人格外心痛。而如今的我们，生活在和平中，我们的祖国强大，繁荣昌盛，不缺反抗不公、捍卫尊严的底气。借用影片中的一句台词，历史就是拿血合着写在泥巴里的，历史不容被忘记，不屈的民族之魂也将传承下去。